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林子恩，快点来吃饭。我还没好。今天我们拜访的是住在台北木栅的季青家庭。10多年前，吴梦静在网络聊天室里认识了带着小孩的单亲爸爸林奇台。结婚后当了后妈，她如何跨越血缘隔阂，融入父子俩的生活？彰化的娘家亲人怎么看待她的婚姻选择？而她又要如何定位自己的后妈身份？吴梦静43岁，幼稚园才艺老师，相信努力万能的严格妈妈。她想邀请的来宾是江蕙啊，Only 有啊，吴宗宪。爸爸林奇台54岁，电脑软体公司老板，是个没有底线的温暖爸爸。他想邀请的来宾是我想邀请周玉蔻、吴念真。大儿子林兆琪18岁，和平高中3年级学生，拥有一张安静冷酷的招牌臭脸。他想邀请的来宾是鸟屎，苏志祥，现在我李恩。小儿子林子恩6岁，幼稚园大班生，天真的外表下埋着一个老灵魂。他想邀请的来宾是周汤豪还有周杰伦。如果只能来一个，你要找谁？周汤豪。换周汤豪了，因为他那一首歌啦，叫做《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只能你快一点好不好？在今晚的嘉宾上门前，我们先来认识这家人吧。我没有说喝汤。预备开始。真乐乐，真快真乐，真快乐。你不能等我念啊，我跟你们一起。再一次哦，预备开。吴梦静喜欢小孩，很早就决定当老师，但因为家境清寒，在父母期待下，曾经尝试念商科当会计。高职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想读幼保科。爸爸说整天跟小孩子玩，没什么前途。可是我毕业之后去做了3天的会计，发现好无聊，每天都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聊。第3天的半夜就哭说，我明天不要再去当会计了，我不要，我就是要当老师。备开始。20多年过去，他热爱幼教工作，一看见小孩子就感觉很疗愈。教小朋友很单纯嘛，然后你有一些忧愁的话，我只要看到小孩子，然后我就心情就比较好。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计较的部分啊，然后在这边小孩子给我一些能量，我回到家就知道要多的能量可以去处理自己家里面的小孩。梦静的小儿子才6岁。幼稚园的教学方法对他很管用，但对于刚满18岁、正值青春叛逆期，又不是亲生的大儿子，却感觉力不从心。我认识他的时候，他9岁嘛，那当然，孩子本身的特质啊，有些是你没办法改变，除非他自己要改变。那他当然戒心很重啊，他会觉得你讲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发现了什么，所以我也不会用那种拐弯抹角，其实我也还在磨啦，因为对啊，磨他还磨你，2个互相磨，他也在磨我，那我也在磨他。这一天，梦静不在家，林兆琪邀了女友来家做客，他出门采买外食。这个是3个吗？对。然后各一个起司，要带走。好。兆琪从小在木栅长大，即便亲生母亲在兆琪3岁时就离开，母子的生活圈也不算太远。亲生妈妈住在姐妹林中那边啊，对啊，然后很久没跟她联络了。后来就爸爸跟我讲说是她外遇啊，我去的时候就有另一个叔叔跟小孩，都我找他比较多啊，对吧？因为他可能也不好意思来找我，因为爸爸在啊。你们要去哪里？
楼下吃饭。放钱对。没有。其实林兆琪不常出门，平常都是爸爸骑着机车采买儿子的食物。因为他没驾照啊，那我多拜警惕。等到他有驾照就要换过来了吧。在看昨天英雄联盟的比赛影片啊，就没有人喜欢看电视啊，所以就看这个陪看字。林兆琪吃饭打电玩的地方，同时也是爸爸公司的会议室。他经常待到半夜1、2点才上楼睡觉。女友陈思佳跟他同年，一样念高3，偶尔会羡慕男友的自由待遇。我们家管很严，就跟他不一样啊，就是出门都会管什么时候回家，然后玩电脑就是以前都有控制，以前都有限制时间，然后平常上课也会限制时间啊，就是假日才比较少。就是其实我出门只是通知，不是跟他讲说可以去嘛，比较像这样，对吧？但是我还是会说，还是问可不可以啊？但他们基本上就是很少拒绝过吧。兆琪想饲养特别的宠物球蟒和蜥蜴，爸爸也没有拒绝。爸爸赞成了，妈妈不赞成了，所以我才养在楼下，帮我养那个房间。我是看到有人养球蟒的文章啊，然后就觉得很酷啊，然后就后来就想说自己也要养一只。比较少人养这些东西啊，对吧？就觉得感觉跟人家不一样。我想梦想就是给他们繁殖，这是他的食物。林兆琪对特殊宠物的爱好其实也很像爸爸。爸爸蛮喜欢这种东西的，我觉得他也很喜欢抓这种莫名其妙的。就是小时候常常他带我去爬山，就抓一些什么石笼子啊、蜥蜴、壁虎、螳螂啊、瓢虫、金龟子。林吉台喜欢大自然，以前几乎每个周末都和梦境一起带着林兆琪露营、钓鱼。从交往开始，他们一直都是3个人的约会。通常都是开到蜿蜒的山路，然后在一个溪谷旁边这样子。总是希望小朋友接触大自然。像我们有一次也是苗栗这边吧，刚好萤火虫季啊，对不对？就萤火虫有的都飞到帐篷里面。原本梦境和吉台只是网络聊天的朋友，趁着梦境到台北考试，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他说他有2个版本，万一遇到恐龙的话呢，他就会跟他讲说，哦，等一下去哪里吃完，然后就是我还有事情要做。那第2个版本，如果遇到不是恐龙，就是还不错的话，他当然就是可以吃晚餐。盐嘛、醋嘛、糖一点点，如果要咸一点，就是再一点点酱油跟麻油这样，对不对？蒜头。对，葱一定要下，葱一定要下，最后。因为担心吓跑梦境，交往初期吉台隐瞒了自己离婚有小孩的事实。当然要鼓起勇气讲真的啊，还没跟他讲之前，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心理的压力在，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跟他讲呢？然后讲了会不会就人家不见得可以接受啊？我思考的模式是，那很少有爸爸愿意自己带孩子的啊，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属于有责任感的男生。一群大的人在研究这玩具怎么组装，没有说明书完全看不懂要怎么弄。你觉得把手要怎么装？你觉得？你看大概怎么装？只是结婚10年来，梦境发现吉台对小孩有求必应，当初以为是爸爸对儿子的责任与补偿，反而变成夫妻俩冲突的来源。我们2个人其实对于教育本来就有一些差异存在。举例来讲，林兆琪带朋友回家打麻将，他是完全觉得说 “Oh my” 的老天鹅啊，已经不是 “Oh my God”。我说你过年玩 OK， 可是如果一放假没事就找来玩，我觉得这是不 OK 的，真的是不 OK 的。我觉得他的嘴巴说要让他有探索，但是他一直供应他在家里面打麻将，我觉得这是很不诚实的。不让他打麻将，难道他就去干嘛做公益吗？那就写书法吗？中洞，没事。
拿我的7条啊，队长啊。没台啊，中东一台。比起跟家人出游，赵琦的假日更愿意和朋友一起度过。就是某一次的晚上，他们2个还有另外一个女生说要打麻将，但是没有桌子，然后他们就找我，然后就说你生得出桌子，我们就来打。然后我就从我家那边买了，然后坐公车搬过来。那天去全部都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跟幼稚园的家长，然后突然跑一个高中生去，我也不知道去那干嘛。谢谢，在家就好。赵琦从国3开始不爱参加家庭活动，他想疏离，却又自称是家中乱源。因为他们都因为我吵架，就都是因为我的问题吵架比较多。一直以来都是爸爸，就突然来一个管更严的，对吧？一开始当然会觉得，啊，我以前就都这样啊，为什么你要这样管我？林子仁也常常会。就是比如说可不可以吃什么，他都会问爸爸，因为爸爸比较好讲话，所以他也蛮为难的吧，就是管我太多也不是啊，不管也不是，对吧？就管太多我可能会嫌他烦啊，而且就他的方式跟爸爸不太一样，啊，管太少就他有可能就怕我觉得他都不关心我。赵琦也想同理梦境当后妈的难处，只是梦境在刚交往时，难道没想到这些吗？虽然我最后当后母，可是也不会是一种挑战。我就是喜欢挑战。下一段告诉你，梦境嫁人之前，她在想什么。今天拜访的是成为后妈10年的吴梦境和她的家人。趁着2个儿子放寒假，梦境带着家人回到彰化娘家，和亲戚一起过年。那你早餐没拿？有。我公公婆婆他都不在了，就变成没有那个禁忌。以前不是女儿初2才能回来吗？哎，你这台是贵好啊？你看你要吃倒一个？贵，我爱吃贵。梦境的大哥大嫂常年在中国工作，难得回台湾，大家还没好好休息，就开始大扫除。整栋楼都扫了，先整理内部，然后今天就是扫外面了。回到家11点多，我已经扫到3点才睡觉了。这个水嘞，喂养哎，你在喷吗？就是从0到现在的状况，就是这台车买车隔年就去台北了。奋斗了，对，觉得这部车帮我蛮多忙的。一个人洗着陪伴人生的爱车，梦境没有考虑要找儿子帮忙。应该是从小爸爸就都帮他做好好的，所以不习惯他做啦。哎呀，好像也不太方便教他来做。可能男生也觉得打扫是妈妈的工作吧。我们家就我一个女的啊。吉台还有工作，没有下楼打扫。不过没事的赵琦人回到彰化，仍然找了朋友一起玩线上游戏。我会想要下去帮忙打扫吗？会吧，可是我不知道要帮忙什么。刚好就等于多几个陌生人而已，因为年纪差比较多，所以我不太会跟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玩。他们都对我很好，不过因为我就是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就反正就是对我就像对自己小孩一样，也很照顾我啊。分散各地的家人陆续回家享受假期，但梦境的妈妈还是坚持守着自己的槟榔摊。来做的是袂晓做哦，拢嘛安尼手棍吼，白花安尼勾啊，规个手安尼粗笔吧，啊寒人啊长吼，摸着面少皮手骨拢粗，啊拢啊算讲袂晓做啊，啊这种白花就拢握着手安尼。当初梦境要嫁给离过婚的吉台，吴妈妈没有反对，只是担心后母难为。别人囝是真歹，要教毋得，啊唔教惊歹囝，安尼吼你会足歹做啦。
谢谢。吴妈妈对女儿的婚姻选择无条件支持，即使自己走过不圆满的婚姻。过去为了维持家计，吴妈妈四处打工，靠着槟榔摊还清先生留下的千万债务。她最大的痛苦是丈夫外遇。我讲离婚啊，囡仔我带来，啊无你吼拢无伫内底，啊囡仔我顾。伊啊讲啊，遐囝抓头抓尾，啊毋是你生啉的啊。要处理你家己处理啊，嘛免离婚，你要处理你家己处理啊。当时面对丈夫外遇，她心死只想离婚，但为了小孩，仍留在丈夫常常缺席的婚姻里。我若转离开吼，我干那等这三个囝吼，是毋是暗内吼三个囝三个行，我想着哭。我着自三个囝甲顾好，啊，这个翁甲放弃，因为翁一面尔，因为这是咱欠伊的。回到儿时成长的老家，梦境想起从前全家一起度过的苦日子。小时候住的地方，哇，不好开。很难开。就是有一次台风把那个上面吹掉，然后妈妈就很难过啊，觉得没钱把房子弄好，会跟爸爸讲说这样子住能住多久。我出社会开始赚钱19岁嘛，然后就帮妈妈跟一个会啊，就是要把这边好像要把1楼盖起来这样。我们家最早盖好的时候只有盖1楼。然后这一间本来就是我的房间，然后爸爸妈妈那时候这边是隔起来，他们是在这一间，然后等到楼上盖好了之后，才搬到楼上去，所以我们这一间盖了好久好久。地基就盖了8年的老家，已是空荡荡的仓库。回到老家，想起已经过世13年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一个经常不在家的父亲，没有钱又要负赌债。那爸爸是一个也很好的人，但是他就是比较没责任感。我觉得爸爸妈妈好的地方我会吸收，但是我不喜欢的，我也不要当这样子的妈妈，因为我爸爸就不顾家的，我只是想找一个顾家的。虽然我最后当后母，可是也不会是一种挑战，我就是喜欢挑战。接近晚餐时间，各自活动的家人纷纷聚集。厨房里，梦境和妈妈难得一起下厨，准备大家的晚餐。哎，我哪你家我要等来，因为我无闲。哎，你们2个是亲姐妹吗？对对对，你给刷我多啊！哪一个是子恩？是你哦。你呀，你是子恩哦。哎呦，子恩来变哪里去？看你看麦好不好？站起来了。好，吃饭吃饭。热闹的年节团聚，让平常只有吴妈妈一个人吃饭的餐桌顿时客满。您站起来这边坐。哦，你今天已经吃2次牛肉泡饭了，好吃吗？他蛮喜欢吃牛肉。是哦。梦境的大哥也分享10多年来从旁观察赵琦的心得。其实他从小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给我的感觉说，哦，台北的小孩子，就是台北的小孩子。有时候你觉得他回来了，可是就好像他不在这一个家里面的感觉，因为他都是搞自己搞的事情。家人都很尊重梦境要嫁单亲爸爸的决定，也自然把齐台和赵琦当成家里的一份子。教养最大的问题，对啊，因为你常常听到我梦境讲说，我以后再也不管他了。好，你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就是说，对，一定有 trouble。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教小孩子的方法，但是如果说你硬坚持是用我的方法才是对的话，那一定会有 trouble。面对争执磨合，娘家人能做的，除了倾听苦水，就是营造友善的气氛。家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盖子里面养了一群猪嘛。猪在以前，猪在以前就是财富嘛、食物嘛、安全嘛。你有食物，你有财富，你就会感觉安全。但是家就是一个分子，它不是一个房子，所以让那些小孩回家的感觉，在家
这是我最希望他能够看到。所以他每年都有回家画。其实他笑很瘦，他不笑很酷。后面这点蛮常看他在笑，可能是恋爱。青花台。我没有说。你为什么急着要讲说你没有说？你这样讲说你没有说，就表示你有说。没关系啊，有就承认，有什么关系？他对年纪恋爱很正常。从陌生到理解，需要互动和时间。10年来，外向健谈的吴家，面对内敛木讷的父子，也能舒服自在的共处。他如果有一天回来不安静，我会觉得不太对，可能就不太对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啊，你不申诉哎？不是啦，我觉得你可以讲，就是说，你觉得妈咪应该要改变什么思想？我他很糟。最简单的差异，我现在脚可以翘在茶几上面了，以前来怎么敢呢？自然的，自在。对啊，然后也可以睡在沙发上面，就是代表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家。就把我压在床上打，对吧？然后他也就都没有出声。那时候我超级不爽。赵琪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别走开，下一段回来。今天拜访的是幼教老师、表演艺术工作者吴梦静和她的家人，而后妈是梦静最具挑战的角色。梦静和吉台夫妻因为大儿子赵琪的教养问题有过很多争执。为什么？啊，这段不能播。后来就由吉台主导赵琪的教育，每天早上吉台都会叫赵琪起床，骑机车载他上学。他其实之前是自己骑脚踏车上学，然后有一天跟我讲说，我不想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书，这样想说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困难度降低一点嘛。起床啦！哎，儿子起来了，快点，上学了，快点，哎。至于有些人说为什么不用闹钟让他自己起来呢？当然试过了，闹钟响到没有电，他还是不起来。最后通常是我受不了去把它关掉。面对难教的儿子，再有耐心的爸爸也有火山爆发的一天。因为我懒觉起床，就那段期间就常常早上都叫不起来，又比较晚睡，然后就有一天早上很不开心啊，就打我，他就把我赶出去啊，然后我什么东西也没拿，我就走去警察局说我要报家暴。吉台因此走了一趟警局，并在学校教官协助下化解了误会。但事发当时，旁观的梦境却让赵琪有些失望。因为其实也没有打到很严重，但就是他就把我压在床上打，对吧？然后他也就都没有出声。那时候我超级不爽。对。你说梦境没有？对，就是虽然是我问题啊，可是，对啊，那时候这样觉得啊，就是觉得说，你就好歹制止他一下嘛，对吧？他可能也很不爽我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想回家，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不爽我。那这样行吗？橘色外套穿一下，不要很冷啊，痛苦。哦，冷啊！父子俩的冲突，梦境早已见怪不怪，反而小心翼翼地拿捏自己的身份。他们两个的事情你哪能阻止啊？等一下公斤被锁住。
爸爸曾经跟我警告过，你就是不要让他不高兴就好。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句话的含义对我来讲，其实我蛮受伤的。就是你虽然有妈妈的名字，但是你并没有实质的权利可以去管教他。就是觉得有点，很难把这件事情做好。也就是说，我会尽力扮演好我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我没有办法扮演好。对，就是这辈子都很难。回到家的吉台下楼准备上班，但工作前看到儿子前一晚留下的餐盒，忍不住动手整理。就吃完放那边，跟哪一个老妈子、老爸子来帮他解决。那不会念他？当然会啊，一定没有用的啊。我那个时候像他这时候被念，怎么可能有用呢？吉台经常觉得赵琪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翻版，因为没有目标，所以懒惰。因此，他理解儿子目前阶段的处境。我们就是听不进任何人讲的话了，即便我们在赞同，我们就是做不到啊，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动力。吉台25岁以后，幸运地发现自己喜欢写程式，自己创业开公司。过去设计第4台的广告设备，累积了不少存款。现在他正燃烧理想，希望让手机取代电视遥控器，不只提供更完整的节目资讯，增加互动功能，还想翻转为人诟病的收视率调查。我们想做一个改变台湾电视圈的一个 APP 啊。当然，所有的人听我讲我们这个想法之后，每一个人都跟我讲。那是不可能哎，但是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如果那么轻易，哪轮得到我做啊？早就被人家做完了。尝试看看，或许可以找出一些机会出来。虽然理想前景未明，但吉台仍充满热情，也希望赵琪能被感染。我常跟他讲，就是说，要找到你生命的热忱啊，即便失败都没有关系。我永远都支持他，就这样。相较于吉台和赵琪父子，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兴趣跟人生志向，梦境11岁时就锁定目标。他喜欢音乐，想尽办法学乐器、买乐器、教音乐赚钱，工作就是他的热情所在。梦想就是把我想要学的乐器买回来嘛。所以前面已经有看到乐器，不一定每一样我都会，但是就是喜欢音乐的人都会想要拥有乐器。这个大部分我们叫评估，就是教学生啊，他们比较愿意买，就便宜，再它好带。所以呢，我们上课大部分会用这个评估，然后声音也不会很大声。这个放着林子恩回来就会拿几颗吃，不然他会找零食。趁着不用教学的空档时间，梦境整理好家务，出门接林子恩放学。哎呀，我没有这么多女朋友。你没有那么多女朋友？我只有2个哎。只有2个女生愿意跟你玩哦。3个啦。所以你有3个女朋友？只有3个女生愿意跟我玩。哦，所以你们班只有3个女生嘛，对不对？没有。因为他们把你当女生。哎。哦，不是吗？你那么娘。拿回去。练钢琴是母子俩回家的第一任务。虽然满身才华，但梦境不认为儿子一定要传承他的技艺。再一次，
我卖空啊啦，紧的啦。不是因为我不要习惯带。这样带着比较有灵感是吗？发咪瑞。3个都是发在这。西拉嗦。因为这是我的梦想，不代表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学东西是一种陶冶自己的性情，不是为了要去做演出这件事。所以不管是大儿子或是林子恩，我都跟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我有什么东西，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在开放环境长大的子恩，天真烂漫的年纪，又是怎么理解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呢？不一样的，他是另一个妈妈生的。我是觉得很在意，然后就觉得他有点孤单。他有时候会玩我的玩具，我就心里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分享给哥哥玩具，我会比较开心。小小年纪，子恩对家人有自己的观察。妈妈爱我也爱哥哥啊，哥哥自己一个人爱同学啊。我就是不喜欢他没有过年说没事打麻将。这家人想邀请谁来共进晚餐呢？将会啊，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唱他的歌。Only 有啊，Only 有是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我就有看到他。我是社会组，他是学生组的。吴宗宪，他蛮幽默的啦，讲话其实还蛮有意义的。我想邀请周玉蔻，我觉得他逻辑非常清楚，而且不分蓝绿，通通都骂，我欣赏。吴念真，我觉得他就是代表台湾，浓浓的台湾味。鸟屎，苏志祥，他就是舞台剧演员跟实况，对，就是他很好笑，而且他也很有才华，就是会演戏、会唱歌、会打游戏。现在韦礼安就很有才华。周汤豪还有周杰伦，我想他。那2个如果只能来一个，你要找谁？周汤豪。换周汤豪了，因为他那一首歌啦，叫做《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不爱做家事的赵琪会帮忙收碗筷，一旁的吉台面对不爱吃饭的儿子，依然没有底线。弟弟，你还要不要吃啊？再去吃3口，快点。我只有5口，你一定要5口而已。摔到分手。快点啦，来吃1口。妈妈，请他再吃1口。那等一下就不能吃零食，就这样。就是最后1口，最后1口就。就零食都不能吃。通常这个等一下就变成我吃了。哦，好，可以了。吉台对小孩无限的爱和包容，有时让梦境觉得无力，没有施展教育权力的空间。他把内心恨铁不成钢的焦虑用来打鼓，从中发泄精力，调整情绪。他可以发泄啊，舒压。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蛮不错，可以舒压的。他会让你调整，就是你做每一件事，吸气跟吐气是让你吸跟吐是平稳的。在优人神鼓学习已经5年，梦境经常在节奏中思考家人的关系。你会想要求对方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在上课当中，你会去反省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就会想到我自己都没办法成为他要的那个人，我凭什么去改变对方要成为我要的人？所以反正我就会去有对象思考，这样，那我就会从自己先改变。在持续磨合的家庭关系中，身为后妈的梦境看见自己的执着，慢慢的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我要去买鹅肉，他怕说这个菜色不够。那这边有一家鹅肉还蛮有名，很多南部的人跑上来买。今天是嘉宾到访的日子，
机台外出采买，梦境和子恩在家准备。几个月前，梦境参与了一场舞台剧演出，今天她特别重现了表演当时烹煮的特色料理，就是演那个《谷子回家》舞台剧煮的那一道菜，我们自己取叫做香香蛋，以前一个土耳其朋友教的。本来还有一道月亮虾，但是那一天做失败了，还是算了。要帮忙？不用，我老婆很厉害，煮的又快又好吃。她煮饭很少叫我帮，可能真的有一方面忙的迹象。我觉得我老公比较紧张，好几天前就在紧张了他。擅长料理的梦境很快就做好精彩的6菜1汤，其中大部分是吉台和赵琪喜欢的海鲜。很满意啊，好像来到那个泰式小馆。晚餐将近，菜肴陆续上桌，大家期待哪一位来宾上门共进晚餐呢？牛屎跟维里安。那你觉得今天谁会来？都不会。吴念真啊，他虽然很会讲故事。当然就是我要甲你人表，我当然希望江蕙能来。希望今天呢，周汤豪跟周杰伦还有蜘蛛人，我可能来。你有点蜘蛛人吗？扮装成蜘蛛人不就好？究竟谁是今天的神秘嘉宾？是歌手江蕙、韦礼安、周汤豪、网络实况主苏志祥，还是导演吴念真呢？神秘嘉宾就要现身，下一段马上揭晓。心情平常心。肚子饿。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反正你看到不认识男生的，你就说叔叔好；女生你就说阿姨好。你好，你好，我是鸟屎，不要害羞，我知道。今天的来宾是舞台剧演员、网络实况主苏志祥，绰号鸟屎。他的个人实况台总观看人数超过700万，每次开台都有上千人观看。2010年，鸟屎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和表哥在网络上直播，分享生活、时事、实况网络游戏，造成话题。我没有想到，我们单纯的打电动，或者是在网络上跟别人聊天，可以某种程度上去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我跟我的家人也有一些相处上的问题，就是这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当受到这样的邀约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挺好的，就是好像不一定要去帮他们解决什么事情，好像就是以一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角色去对话，然后去了解不同的人的想法。你好，欢迎。你好。刚入座，梦境的舞台剧经验和桌上酸辣口味的料理，都让鸟屎感觉亲切又对味。这一道菜就是我演舞台剧的时候现场煮的一道菜，这个是去买的，其他的都是自己做的。真的假的？这是东阳宫。东阳宫。对，因为我是外省人，然后我是云南眷村长大，所以我们就吃滇缅料理长大。这样。所以像柠檬鱼啊，从小。这个也是泰式凉拌。是。你手可能要长一点。对啊。没问题。哦，很好吃哎。平常要煮这么多很难。真的。因为大概就2、3个人吃。我平常要吃这样也很难。真的哦。因为我们都外食啊，而且一个人住。一个人住，他可以搬去跟你们住啦。那你可以搬来我家。你要搬来跟我住吗？对。房租很贵哦。你要付哦。这样可以让他赶快去打工。你有想打工吗？等学校快出来了。什么？我听不到你讲话，你讲话大声点好不好？等学校出来。那你想念什么？完没了。读经济吧。经济？为什么会想要读经济啊？3句法。3句法什么意思？就是把哦，我懂意思，我也是3句法，是不是？然后那时候填戏剧系是因为我知道大学生现在是讲难听一点，跟以前比起来是不值钱的。现在大家都可以念，所以我就觉得，与其用将来的出路去考量，不如就花这4年去开发一个自己的兴趣，甚至是第2个专长。如果我真的填到了我不喜欢的，如果真的念到我不喜欢的，我觉得就是
把它念完，也是一种成长的方式。那也不一定代表我浪费了4年，那有可能是我从这边得到了别的生活方式的经验，然后我去从事另外一件事情。除了对选科系迷惘，对于念大学的时机，家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的小孩去读大学，其实很多都是就是只是想逃避，先去工作。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对啊。现在国小也这么辛苦，国中那么辛苦，高中那么辛苦，逃避个4年没关系吧？我觉得不影响吧，因为那个逃避也不是真的就是逃避了人生啊，他也就逃那4年，他4年后他还是得独立，不管是生活独立或经济独立，他还是得自己去处理他接下来面对的一切生命的问题。那你觉得呢？你对于念大学？我好像那个大学博览会的摊位的人这样，招生的弟弟要不要看一下我们那个科系现在有在招生吗？你觉得呢？你觉得念大学呢？没有人怕。你说你想要先休学1年，先去做一些工作看看这样，对吧？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就体验看看，体验看看，不错啊，听起来不错啊。我觉得都是体验啊，反正什么生活都要过过看嘛，什么方式都要试试看，什么人都要认识，对啊，什么玩具都要摸，这是人成长的养分来源。鸟屎从大学开始就离开家到台北体验生活，但总有想回家的时候。因为家避风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形容词，因为家对我来说就是避风的，就是我真的难过，我真的累了，我真的不舒服，我真的厌世了，我可以回家休息。但我接下来人生还有很长啊，所以我不可能都待在家休息。我休息完了之后，我就要再出发，我就要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冒险。感觉刚刚都在讲我，感觉刚刚都在讲你，是吧？他们两个很会对号入座，而且是头等舱哦。我刚才直接讲我的担心好了，我觉得家当你的避风港当然是没问题，但是你总是要出海一下吧，对不对？不是，因为现在父母亲担心的其实都是怕孩子是啃老族的。我们不是担心，可是我觉得啃老族好解决啊，你不赶出去就好了。要赶得出去呀、一定赶得出去，怎么可能赶不出去？不打出去啊！如果他真的要啃老的话，我们不担心他啃老，对啊，担心他这一生过得不快乐，你知道吗？我懂。不是担心他要啃到我们就真的就啃吧，不然不行，不给啃，不可以给啃，要啃就是把它赶走。有时候口是心非，你知道吗？这句话的含义。我知道。嘴巴说的是一套，心里面其实你不要出去，你不要出去，你懂吗？其实这个我也觉得蛮棘手的，因为我是愿意离开家的人啊。可是现在还没毕业啊，我不知道你。可还没毕业，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要干嘛？你去想啊，你去想干嘛？其实梦境非常肯定赵琦的能力，但偶尔会惋惜他浪费自己的才能。我就说他头脑很聪明啊，可是不用读书就可以考全校第1名的。哇靠，你也太糗了吧！他真的就是没念书可以考全校第1名啊！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么聪明的话，反而不是一个读书的头脑。我觉得他应该去做更诈骗集团。可能也可以，首脑可能也可以。我们家就有谋略家这样。我觉得读书是从和年长的人互动中，鸟屎感觉到年轻人背负着某些刻板印象。我觉得不是现在的父母亲不懂得跟小孩沟通，而是现在的小孩子只面对电脑。但是我发现他不爱玩线上游戏的孩子是可以沟通的。爱玩线上游戏的孩子就是不会。不会啊，我也可以沟通啊，但我也很爱玩啊。但是其实没有。说真的，目前的小孩子来讲啊，的确比以前的人 EQ 差。但是因为生活形态不一样啊。稍微讲一下，可能就是不是他想听的，他就会不舒服。但整体来讲 ，IQ 也比以前的人高啊，因为时代的变动，因为生活形态的变动，然后因为现在年轻人确实思想也比以前的人自由，所以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他们特立独行，他们叛逆。但我不觉得那是因为现在年轻人不上进。鸟屎跟父母也会意见不合，他分享了跟自己母亲的相处。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人，然后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又单亲，所以我小时候其实蛮常被她打的。
我就是让他打，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活需要发泄。虽然这样讲好像他在虐待我，但没有，我妈妈蛮好爱你哦，她没有在虐待我，她没有那样，我妈对我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发泄的事情，那往往就是发泄在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家庭最容易这样，情人也是。我了解。对，像鸟屎试着同理自己的妈妈，去年还找妈妈演出自己导演的舞台剧。这只是我想要他不要一直烦我，因为他会说你到底在忙什么？你在排戏，到底在忙什么？怎么可能这么忙？我说那你来，你演演看你就知道。然后我就找他来演，然后其实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啦。我在排练场也很少听到有演员对我说我是你妈这样子，然后发脾气这样，我也是很难处理。但鸟屎跟妈妈的沟通方式清楚而坚定，他希望母亲尊重他的人生抉择。在征求你的同意，我只是基于我们是母子，所以我告知你，所以你要嘛就祝福我，要么你就当作没有听到。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当时的选择就是这2个，因为我并不是来要你帮我决定，你可以给我人生意见，我可以参考看看，但我并不是来请你帮我选1还是2。这是我让我妈妈理解我的方式，所以或许我不知道，或许你可以用一个你自己的方式去让你爸妈理解你，或是你爸妈也要。除了理解赵琦，鸟屎也站在父母的角度，希望赵琦能找到兴趣。你就是不讲，你对什么有兴趣？你讲看。玩电脑。玩电脑？那除了玩电脑以外呢？因为玩电脑很明显嘛。对啊。在很多人眼中，打电动只是休闲，它并不是一个哦，那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如果你说第2个，你会说什么？拍照吧。我说我可以陪他去摄影。那你想要吗？可以啊。你如果不想要，你就说我不要，我要自己去啊。你那边可以啊，然后又心不甘情不愿在那边。你如果真的说我不要，我要自己去，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啊。先不要好了。终于，赵琦表达了不同于父母的想法。这是一个突破口，对吧？你就是要去告诉他，就你喜不喜欢，这是你要长大的一个仪式，一个我觉得人必须经历的一个难关。我今天其实有带一个小东西，我想要送给你。但是它是一个玩具叫剑玉，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好像还就是我的心情会蛮沉淀的，因为很专心嘛，然后不用想其他事情。我觉得那不容易，对不对？哦，那非常难。日本人在玩。对，你玩玩看。如果你觉得没兴趣的话呢，我再给你我家地址，你再把它寄回来还我，好不好？啊，你就把它拔掉啊！你先自己研究一下，你就把它拔下来。我教你动作是先小抿，所以先丢起来这样接小抿。失败好，然后一套的 combo 我先做给你看啊，小抿，然后接大抿，然后接指剑这样。这个招式叫做日本一周，然后它有很多招式，你觉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搞不好哪天就对不对？大学先不要读了，先去当个街头艺人。反正只有一个。鸟屎分享了自己的长大仪式，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开口清楚地告诉爸妈。只要真心对话，都可以化解差异，沟通也是让彼此安心的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后还是会，就还是会沟通很难啦，因为小孩就是这个年纪嘛，可能听听看别人的想法，他们会比较放心，然后比较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会遇到的家庭问题。他就是很会去表达自己，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子。而不是说放在心里面，对啊，我觉得他蛮直接的，很好啊。透过他，我可能会比较可以接受说，哦，原来现在年轻人大概都这个样子嘛，因为他们都就是跟我们就是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应该会比其他来宾更能够让我对林兆琪有更多的释怀跟安心吧。就今天可以看到鸟屎本人，就很开心，就是平常都是在。就电脑荧幕上看到他，对吧？然后看到他都是就是搞笑那一面，然后今天来到这边就很不一样，就是也分享了他很多自身经验这样。他今天也讲了很多啊，就很多都能切中我的想法，就是帮我表达一些就是平常不好开口之类的话。